好，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讲一讲云层距离，从新历方页往下一拉，选择气象海岸下面的第3个云层距离。在这个新历页给出了很多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主要原因是帮助我们可以预测火烧云，以及判断太阳、月亮、银河会不会被某一个云层给遮挡住。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来先介绍一下背景的知识，否则这些数据呢可能就比较难以理解。好，我们先来看这样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我几年前呢有一次去一个海边，准备拍一个海片。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差不多是日落前1个多小时。当天下午呢，天一直在下雨，快到日落的时候呢，我就到了海边一看，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也就是说这边有一条很狭长的一个光亮的一个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地平线上是没有云的。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过了1个小时以后，太阳刚刚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形成了一个火烧云。等太阳落下去之后呢，过了半个小时以后，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到这时候呢，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我们待会儿才具体的讲什么原因。好，再给大家看这一张照片，大家看太阳在这个位置，这时候云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有一些高云。大家可以注意到，这边太阳尽管在这个位置呢，就远远没有前面一张好看，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场景呢？是这样一个画面啊，有的时候日落之前好，有的时候日落之后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云层距离的工具。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第一张图呢，就介绍什么叫地平线上的云距。从这边我们看，这是个地球，然后这边呢有一个云，这个云的高度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根据简单的几何算法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如果说我们人在这个位置水平的看过去，也就是说从了地平线方向看过去，这里也会有一个云。如果这个云也是和这边的云是同样的高度的情况下呢，从这一边它离我们的距离有多少，这就称之为地平线上的云距。换句话说呢，我们在某一个位置，我们看到地平线上有云，这些云离我们有多远，就是所谓的这个地平线的云距。那如果这个位置没有云呢，就会出现我刚才给的第一个例子中间，地平线上有一道很狭长的亮线，就说明那里没有云。当然我们如果到了现场，我们就可以现场去看，但是这样你就没法去预测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云图来判断一下，如果在日落的方向或者日出的方向，在地平线的那一个位置没有云，而其他的方向都可以有云，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会有一个不错的日落之前或者日出之后的火烧云。那么第二张图呢，就是讲日落之后或者日出之前的情况，也就是太阳的地平线以下，这个是在地平线上的云，所以这一边都是有云的。但是太阳呢，刚刚落下去一点点的时候，比如太阳落下去这个位置的时候，从这边照过去，当然是可以照亮这个云了。尽管这时候我们已经看不到太阳了，但是呢，因为云比较高嘛，所以云依然可以看到太阳。那云可以看到太阳，也就是说太阳可以把这个云给照亮。那这时候就也一样会形成火烧云。那么最迟到了什么时候就不可能了呢？也就是太阳一直往下落到直到它的这个阳光这个光路啊被这个地球给挡住了。所以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想知道的最远无云距。只要从地平线的云距一直到最远的无云距中间如果没有云的话呢，你头顶上的这些云都会在日落之后被点亮。好，这是第二种情况。前面两个呢都讲的是火烧云的预测的功能。第三个图呢就讲的是云层遮挡的问题。那假设太阳在这样一个仰角，云的高度我们也知道，那这个云离我们多远的云呢会刚好遮住了太阳。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话题。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在拍月亮的时候，80%的云量，也就是说我们天空80%都有云，那是不是我们就肯定拍不成月亮了？那可不一定，只要不是100%，我们都有可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月亮升起来的方向没有云就可以。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判断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月亮刚好仰角为2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拍摄这个月亮，只要在那一个位置上，从云图上看是没有云的，那就没有问题。哪怕我身后四面八方全是云，只要月亮升起来的地方没有云，也都没有问题。那知道这些信息以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软件里面看一看。好，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白色的圆圈和一些红色的弧线，它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低云、中云和高云3种不同的云。每一个云其实都有它的一定的范围的，所以我们可以点击它，这边就告诉你低云的范围一般是0到2000米。那你可以把这个变成1000米，同时这底下的这些数值你就看到跟着改变了。当然了，如果说今天刚好没有低云，你就可以把这个清空，然后再设一下，它就把这个清空了。那我们把中云也去掉，
中云一般是在2000到6000米之间，默认的呢是4000米，所以我们可以把中云去掉，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中云。那下面的这个图呢就比较简单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简单的图呢给大家讲解一下。那这个高云的距离呢一般是在6000米以上，所以默认呢就是6000米。在6000米的一个云，地平线上的云距是多少呢？是276公里，也就是这一条白色的线所代表的意思。对应的在这一张图的是在什么位置呢？也就是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地平线的云距。最下面这个距离是最远的无云距和对应的太阳的仰角，这条红色的线就代表最远的无云距是829公里，这个的距离差不多是地平线云距的3倍。中间呢还有一条线，就差不多是这两者中间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对应的在我们示意图上又在哪呢？我们也这个位置呢就是最远的无云距，这一个点就是刚好接住地球的这个点，就是中间那一条短的弧线。一旦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很容易去判断有没有火烧云了。火烧云的条件之一，必须你的天空上要有云，也就是说在这个白色的弧线之内必须要有云。如果一点云都没有，那就是冠满天，那肯定就没有火烧云，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日出之后或者日落之前的火烧云，也就是说太阳在地平线以上，那它的条件就必须在地平线的位置，也就是在这个白色的弧线这个附近的这些位置呢，必须要没有云。中间可以有很多云都没有问题，只要在这个白色的线的旁边没有云就可以了。那第二种火烧云就是指日落之后或者是日出之前，也就是说在太阳在地平线以下这种情况的火烧云。那这种情况下，你的天空上整个白圈里面都有云都没有问题，在白圈之外以及日落的方向必须要云比较少或者有些空洞，比如说像这个弧线就是指今天这个日落的方向，那从这一点开始一直到这个之间没有云就可以了，那就是第二个前提条件。好，这边呢我就用 Wendy 大概给大家讲解一下一些基本的操作。首先呢 Wendy 的这边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图层，一般我比较关心的是云这一块。这一块如果说你看到了没有这么多云层的图层呢，你就点一下这个更多的图层，然后在这边你可以选择哪些有，你可以这样关闭它打开都可以。然后选择完了以后呢，你这边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我现在选择高云，那这边显示的就是所有的高云的情况。你也可以选择中云或者是低云，这样不同层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云底，意思就是说它的最下面是多少。一般来讲，我对于我头顶上这些云呢，我更关心它的云底在什么位置，而对于一些不在我头顶上的一些云呢，我可能更关心它的云顶在什么位置。如果我们选择云底以后呢，我们可以长按它，然后显示天气选择器，它就会告诉我们这一块每个云的云底都什么位置。你看这一块呢就是2000多1000多的云，这一边呢就高一点，有7000 8000，那这一块就是高云。那假设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在这一块是我的拍摄的位置这一边基本上都是差不多7、8千的一个高云吧。那我们就以这个6200为例吧，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软件里面去，把它改成6200。它就告诉我呢，地平线的这个云距是281公里。我们同时也看一看这个方向今天日落的时候的方向是在这个位置，我记下来。我们怎么去做这个操作呢？我们就长按它一下，点击距离和规划，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位置，差不多185公里。所以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地平线的云距实际上是有200多公里，所以这种情况下地平线实际上是没有云的。日落之前呢，实际上太阳就可以把这个云照亮。那么日落之后呢，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线一直走下去，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之前呢都是没有云的，它一共有618公里，这一块这个云在日落的时候完全会被照亮的。来看一下这个图就好理解了。那这个位置就是我刚才点的这个我们人所在的位置。这边我们看到180多公里的地方都有云，所以就是在这一块都有云。那么在日落的时候，这个方向设进来，这个位置是不是没有云啊？所以这块的云会被照亮，对吧？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等日落了之后呢，一直到了600多公里的时候才有云，所以差不多是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才有云。那在这之前，太阳在从日落一直到大概到这个位置呢，这个太阳都是完全可以照到这一块的云的。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在这一点的话呢，今天晚上的火烧云是肯定是非常的好的。当然了，这个仅是一个简单的一点例子，实际情况会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所以我们这边实际上就给大家一个辅助的工具，让大家可以利用云图能够做一些自己的判断。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云层距离的第二个功能，就是遮蔽太阳、月亮或者银河的云距，也就是中间这一个大的文字以及对应的这个距离。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呢？我们可以放大一下就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显示的是太阳的云距，因为这是个太阳和月亮其实都已经在天上嘛，但是我们只能显示一个数据，所以我们选择显示太阳。这边有个 18.21 公里，意思就是说，如果天上的云是6000米的高云的话，它在什么距离的云会正好挡住了这个对应的这个仰角的太阳，而太阳的仰角现在是18度，也就是18度的仰角的太阳刚好可以被 18.21 公里的云给挡住。那随着我们这边时间的调节，你会发现这个距离越来越远，这也好理解嘛？这个当然也好理解，因为太阳越低的话，那挡住它的云的距离肯定也越来越远。而对应的挡住月亮的距离在哪呢？我们这边没有显示，但你这边实际上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点击它，然后选择遮蔽月亮，它就告诉我们遮挡月亮的云呢是在 6.05 公里，因为目前月亮比较高，所以它的云的距离也很近。那这边还有个就是银星也可以，我们找一个有银河的，比如说到了2月份应该就有银河了，这个绿色的就是银河，我们可以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遮蔽银河的云的距离。它对应的这个距离在哪呢？是在 82.80 公里。换句话说呢，我们这边有几种不同的选择。第一个自动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太阳、月亮、银星这个为优先级，如果有太阳呢就显示太阳，如果没有太阳呢就显示月亮，如果没有月亮就显示银星，这样一个自动选择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可以强制的选择其中的某一种也可以。具体使用的时候呢，你就根据这个查到一个距离，然后我们就到云图里面看看在这个距离在某个时刻呢，它对应的这个预测的云图上面那一个位置上有没有云就可以了。好，在这里呢，给 Wendy 做个广告啊。Wendy 这个软件我用的很多啊，在我公众号和朋友圈我也经常说我用 Wendy， 同时也推荐大家去使用。我一般来讲3个软件 Wendy、Google Earth 也就谷歌地球以及 Planet， 这3个软件几乎可以把我所有想计划的东西都完成，我称之为3节课啊。那但于 Wendy 这个软件，它的开发者呢其实非常的良心啊，因为它这边很多数据，比如说像这边有一个欧洲的一个数据，就 ECMWF，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最准确的一个数据，它是欧洲的气象局做的一个气象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它本身是收费的，也就是说 Wendy 的开发人员他购买了以后呢，他自己消化了他自己这样一个开支，然后让我们可以免费使用这个Wendy这个软件。所以我看在最近看他的网上也说他们的资金现在其实也有问题。那为了支持他呢，这边他加了一个捐赠的按钮。这边呢有一些选择，每个月捐赠也好，一次性的捐赠也好，钱不在多，只要大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可以了，以此呢表达我们对他的支持。好，谢谢大家。好，今天这个云层距离的视频呢就介绍到这，谢谢大家。